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稀有战法频道。就在昨天，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出现高点38109点之后，开始了非常微弱的日线级别调整。这个调整幅度仅有0.25%，因此呢，我们认为道指呢仍然处在一个上涨趋势当中。这样的趋势下，我们看周线级别上，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成功有反弹，进入到了一个反转行情当中。那么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是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当中的一个8界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本周行情沙僧阳线在38000点附近逐渐浮出水面，那上方再往上呢，我们认为是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唐僧阳线很快将要出现是一个非常标准的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引发的牛市行情。同时相对来说的利好是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连续2天出现了一个反弹行情，重新回到了2800点上方。那么与之对应的比特币的行情在跌破箱体下边线40500美金附近之后，终于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日线级别下跌细游。这里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标志性的下跌阴线，这个阴线走得非常粗壮，非常长。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走8界阴线、沙僧阴线和昨天我们看到的一个唐僧阴线。但是唐僧阴线走出来之后，迅速发生反弹，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稀有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看到了今天早盘行情走出了一个小时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当中有悟空阳线、8界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一轮小时线级别上涨细游完成之后，这里面要判断能否完成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游。因此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上，在1月24日凌晨4点，也就是今天早上凌晨4点，走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 K 线我们认为是干扰性 K 线。那上方我们的预期是4小时级别8界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那么有了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稀有，我们判断行情可能会重新回到41500箱体这个内部。但是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从41500到38500美金附近这个区间存在快速的一个下跌缺口。那么如果能够发动4小时级别反弹，也要重新打压回去，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最终在缺口的这个区间上形成收敛三角形。我们要提防的是，本轮行情在第二轮的第一轮是这个位置，第二轮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我们要提防的是行情是有概率完成周线级别下跌吸收的。那周线级别下跌吸收将会与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的这个时间级别相互对称，这个概率不大，但是呢要非常警惕注意。因为我们 K 线吸收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走日线级别下跌吸收，这个调整就应该结束，重新开始牛市行情。但我们要警惕的是，目前周线级别上已经在1月8日这周走出了悟空阴线和本周的8界阴线，下方是有机会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虽然概率不高，但是要警惕这个位置上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这个是需要警惕的，但是概率不高。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在昨天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收之后，在当前48500美金这个低点附近是否能够筑底成功。那么第一次下探成功之后，我们认为行情是有机会反复围绕38500美金这样的一个高危的位置，这样的一个让人非常恐惧的位置出现震荡的。这些震荡你要在下方把这个已经进场的仓位设置一个止损，最终达到分仓进场设置止损，把握当前多头趋势，容易在本轮牛市行情当中才容易在本轮牛市行情当中最终获利。我们一直以来提到 BNB 相对于比特币出现了一个突破行情。那么在昨天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回踩，目前回踩的一个位置是200日均线。
那么我们的极限的位置是1440均线附近。那么目前虽然出现了回踩，但是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回踩，因为这个位置上曾经被打压下去之后，再度反弹上来，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我认为 BNB 目前已经走出了一定的趋势，特别是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观察到了 BNB 相对于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个周线级别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悟空阳线存活的情况下，上方是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我们看到 BNB 在昨天的调整过程当中，调整幅度并不深，当前仍然是一个上涨趋势。在周线级别上 ，BNB 相对于 USDT 的价格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上方是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同时呢，我认为 BNB 现在的位置相对于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来说，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因此后面的行情认为 BNB 可能会出现一轮周线级别标准的上涨细游。那么再者呢，我们看到 BNB 从21年一直调整至今，经历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的形成，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了变盘。这个变盘的成立啊，我认为是一个可以说是已经成立。既然成立了，目前已经走出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了，因此呢，判断上方有一定的趋势，有一定的空间啊。我认为 BNB 随着它 IEO 的继续啊，新币种进入币安平台之后，会带来大量的资金，在新币种或者次新币调整的过程当中，BNB 有上涨需求，这些资金呢会通过新币和 BNB 的交易对回流到 BNB 当中，回流到这个平台币当中。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应该给予一定重点关注。对于 ORDI 来说，它是一个热门币种啊，目前依然在热搜榜当中。但是呢，我们看到当前行情当中，小时线的反弹是非常弱势的，这里面已经弱势于比特币的反弹，弱势于以太坊的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当前行情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和沙僧阴线。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不明显，但是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目前 ORDI 作为这个热门板块币种啊，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组和八阶阴线。那如果持续在$53下方运行的话，很快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种热门币种的一个非常深度的调整，可能会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下跌洗油啊。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可能会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油。因此呢，对于抄底 ORDI 的朋友，一定要非常小心。强势币种一旦转入弱势币种的话，需要很长时间消化盘整啊，超级主力才能重新在行情当中收集好低位的筹码，再度形成拉升趋势。所以呢，对于这种弱势转强势转弱势的币种，一定要设置止损位，一定要分仓进场。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